你知道在 Google 搜寻 Men are stronger than women， Google 搜寻会秀出的图片是什么吗？在我按下 Enter 之前，你可以花个3秒钟猜想一下结果会是什么。因为这个搜寻出来的结果，某种程度也能够代表着我们现在是活在什么样的世界。男人比女人强壮，我想不用我说，客观统计上的数据肯定是支持这样的描述。当然，我理解这不代表所有个体案例都是如此。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点是，当我们在 Google 搜寻一个客观事实的论述时，为何秀出来的结果却是另外一种角度？你也许会说，这是因为我们活在政治正确的时代，或是说我们活在一个女本位主义的时代。但如果我们想要挖得更深入一点，想了解有没有什么更本质的思想理论，带领着我们一步步的走到现在这个情境。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议题、教育议题以及两性议题上面，都有着很不同的变化。我们面对的是许多文化战争、性别战争以及价值观战争等等。你也许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吵着男女不平等，男人都是杀猪，或是一堆女权双标，吵着男女约会是不是应该各付各的等问题。然而，这样的争吵并不是只存在于一般网络酸民而已。早在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而且他们吵的激烈程度绝对不下于网络酸民。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一切的根源从哪里开始，那我们可以从20世纪的一个很有名的理论，也是许多极端女权拥抱的一个理论讲起。这个理论叫做 The Blank Slate。所以什么是心灵白板论？心灵白板论主张，人出生时的心智就是一张白纸，完全是空白的，并没有任何的先天属性与结构，而所有的心智结构可以被后天社会任意塑造出来。比如说语言学习与文化，当小孩出生时并不了解自己文化所处的语言与价值观，而心灵白板论认为，小孩在所处的文化长大后，就会学习到其语言与文化习惯，就如同一张白纸，是被后天文化与环境给塑造出来的。然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论出现？让我们先回到欧洲中古世纪时期，在那个年代的西方世界，大部分的人是怎么看待人性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代是以宗教为主的时代，所以人性的来源就是由圣经所来定义的，而以圣经定义的人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原罪论。亚当与夏娃因为违反上帝的命令，在伊甸园吃了禁果，而这被视为原罪，而这个罪会遗传到后代，所以人类天生就带有罪恶，需要透过信仰与宗教来得到救赎。然而，随着16世纪之后，科学开始逐渐发展，特别是生物学、宇宙学、考古学的发展等等，人们逐渐不再依赖宗教来解释人性与宇宙。17世纪，西方进入了启蒙时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 John Locke 提出了一个经验论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出生时心智上是一片空白的纸，就是所谓的 tabula rasa。随着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与经验、知识与经验逐渐的被写入人脑里，而这样的哲学思维基础，就是20世纪的 Blank Slate 的重要先驱，被许多社会学家当作理论基础，认为人的性格与能力完全是后天环境塑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先天遗传或是生物性上的影响。所以这个理论持续延伸下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假设你想跟正妹上床，那是因为这个社会与媒体洗脑你要跟正妹上床的。假设你是异性恋，不是因为你天生就是这种性取向，而是这个社会洗脑你变成异性恋的，以及只要你认为你是女人，那么你就是个女人的等等当代思维。然而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时，心灵白板论会这么的红？为什么大家希望把人的天性想成是一张白纸，而没有任何遗传与生物性上的影响？第一个原因跟当时2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历史有关。纳粹党基于优生学的原因，对许多人进行猎杀，以及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等等。这段历史对西方世界烙印了一个很深刻的阴影。任何对于人类天性会受基因遗传与生物演化给影响的论调，都会让许多人想起那段不堪的历史。第二个原因是人们渴望打造出一个平等的世界。如果所有人出生都是一张白纸，也就是从零开始，而零永远等于零，也就是真正的平等，而所有思维与行为都是由后天环境所决定的话，那么实现真正平等的乌托邦就指日可待了。
也因为如此，很多集所会告诉你，人类的性偏好或是任何心理状态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他们透过拥抱着心灵版本论当作基础，去建构出他们理想的世界观。就在心灵版本论在20世纪席卷整个学术界之后，他终于遇到了一位克星，也就是在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门学术领域——演化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相较于心灵版本论，认为人的大脑有特定的心智模组，而这些心智模组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用于解决我们祖先在古老环境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演化心理学也在过去数十年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实验，比如说脸部表情的普遍性。即使是在与世隔绝的部落，他们的快乐、悲伤、恐惧的脸部表情与其他文化都非常相似。性偏好也是一样，针对了37个文化的研究，男性普遍偏好生育力旺盛的年轻女性，而女性则是偏好拥有资源以及地位较高的男性。以及人类普遍对于蛇或是蜘蛛的恐惧明显较高，因为我们已经演化发展出对这些生物的恐惧了。另外还有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用来驳斥心灵版本论的案例，就是所谓的双胞胎理论。一对同卵双胞胎在出生被送养到不同的家庭，成年后再重聚时，这些双胞胎都有极高的相似性，无论是职业、性格、择偶偏好等等，都有极高的相似性。这些研究结果都和 The Blank Slate 理论相反，反驳了人出生就是一片空白的理论。Steven Pinker， 一位当代演化心理学的泰山北斗，在他的一本很有名的著作《The Blank Slate》就针对心灵版本论做出了批评。因为过度使用心灵版本论的话，也代表着完全忽视生物学上的差异，甚至否定青少年拥有的荷尔蒙与睾固酮带来的影响，而造成了政策与教育上的错误。这当然也造就了当代许多能人在提升自己的方向被误导，在认定男女基本上是相同的预设立场下，去行使自己的提升策略。而在红药丸世界观所说的红药丸觉醒，其中一个根源就是来自于演化心理学去破除心灵版本论迷思的结果。The Blank Slate 可以说是一个光谱的极端，而光谱的另外一端则是所谓的基因决定论。基因决定论认为，人的行为、能力、性格、智商主要完全是由遗传因子所决定的，而环境与后天的影响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比如说，同卵双胞胎分开养大后，他们所有特质上的表现都极为相似，以及智商是具有遗传性的。同卵双胞胎的智商也比异卵双胞胎还要相似，以及许多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都与特定的遗传变异有关。然而，当这种论调走到极端的时候，也会造成许多问题。过去二战纳粹的问题众所皆知，就先不说了。如果过于信仰基因决定论，就会出现虚无主义的现象。因为既然任何后天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何必再努力呢？而这种宿命论的绝望思维也会让人陷入憎恨，造成更多的悲剧与痛苦。再者，基因决定论也不是正确的，人的行为与偏好并不是完全由遗传基因所决定，后天的环境影响其实也占了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最终我们要探讨的是先天遗传基因的元素以及后天环境文化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与交互作用，以及对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这就牵扯到20世纪末期开始兴起的一门新学科——表观遗传学。什么是表观遗传学？简单来说，它探讨的是基因与环境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方法。虽然基因是天生的，但是后天环境的影响力可以决定某些基因是否被开启或是关闭，而这开启与关闭的控制，自然就会是其中一个先天与后天互相影响的机制，也是表观遗传学在探讨的主题。比如说，在1944到1945年的荷兰，因为是二战末期的关系，当时遭受了很严重的饥荒，而在饥荒期间，孕妇所生的孩子在成年之后有很高的几率肥胖与糖尿病。这意味着饥荒所引起的环境改变，也会影响到当代或者遗传到下一代，包含人们如果处在一个社会地位低或是被孤立的处境压力，这种环境改变也会影响到人的表观遗传。
所以听到这里，你会理解演化心理学并不是基因决定论，而这也是很多人对演化心理学的误解。当代著名的演化心理学家 David Buss 在他2018年的论文说明了这件事情。演化心理学被人经常误解成基因决定论，也就是心理机制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天择的演化是由环境驱动的过程，不可能独立于环境适应，每个阶段都会有环境的参与。所以说环境与基因是一同作用的。所以到底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这问题就像是问一个长方形，到底长和宽哪个贡献的比较多？而答案其实很明显，终究两个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看到这边，我们可以理解演化心理学探讨的是人类长时间演化所造成的行为决策与影响，而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是物种如何在短时间内对环境变化所做出的反应。但无论如何，这两门学科都证明了心灵白板论和基因决定论都是有问题的。很感谢你看完这一次的影片，那么这一次的影片花了我一点时间来制作，希望你会喜欢。那么你可能有注意到这个频道有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就是这个内容的形式有一些改变啦。过去的直播已经停了很久，那么是因为我现在希望这个频道会以这样的内容形式，这种剪辑式的内容分享给各位。那么这样的制作过程直接会有点长，所以直播就无期限的暂停啦。然而，如果你还是想要看我直播或者是长内容的话，那么你可以加入我的 Patreon 黄金订阅。在这个订阅里面，我每个月还是会固定出，无论是直播或者是长内容，当然剪辑成分的内容就会比较少，但是这个知识的扎实跟丰富程度就会特别的高。无论是内容创作、自我提升，甚至未来我还会放更多我影片制作的幕后花絮。那么，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 Patreon 的黄金订阅。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